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屏东火车站，一如往常，静谧的几乎令人窒息。深夜的空气寒冷刺骨，偶尔有几声风声掠过，打破了周围的寂静。站台上只有昏黄的灯光微弱的闪烁，像是试图驱散四周的黑暗，却依然显得无力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林轩站在站台的尽头，身穿厚重的外套，双手插进兜里，目光望向远处的铁轨。他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疲惫不堪，却依然等待着最后一班回家的列车。临近清晨的时分，空旷的火车站显得格外冷清，周围除了偶尔传来的铁轨声，再没有任何生气，仿佛这里并没有人存在。他不禁想起了同事们聊起的那则幽灵司机的故事，一个早已被遗忘的传闻，关于火车站附近的幽灵列车，关于午夜时分没人驾驶的火车孤零零地穿行在夜空下，载着无法离去的灵魂。而其中那个幽灵司机更是让所有人谈之色变。据说每当列车驶过，空气中都会弥漫着一种令人无法言喻的寒意，仿佛有某种无形的力量在盯着你看。林轩向来不相信这种荒诞的传闻，觉得不过是人们在无聊的夜晚编织出来的故事。但不知为何，站台上冷冽的气息让他不自觉地打了个寒战。他环顾四周，试图甩掉脑海中的那些念头，目光定格在远处，那里一列缓缓行驶的列车灯光已经隐约可见，列车似乎要来了，但站台上却依旧寂静，除了他，再没有一个人影。林轩感到心跳略微加快，难道自己是最后一个等车的人吗？那列列车行驶过来的声音渐渐清晰，突然他的脚步微微停顿，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不安。他甩了甩头，轻声自语，真是神经，难道我也开始迷信这些怪异的传闻了吗？然而这一声自语并未能够平复他内心的波动。随着列车越来越近，林轩的目光逐渐被吸引，他依然注视着那道远处的灯光。忽然视线中那道光闪烁了一下，好像是火车头灯光的反射在空气中颤抖了片刻。他的心跳不自觉地加速了几分。你一定在想，什么在让他这么紧张？是他看到的那道光，还是他内心深处隐藏的恐惧在作祟？他并未明言，但那种隐隐的不安却随着光的闪烁愈发加重。站台的每一块石板仿佛都在呻吟，风吹过来的时候带着一股不安的寒气，撩动了他脖后的一缕发丝。林轩微微缩了缩脖子，站立的姿势变得僵硬起来，他的眼皮突然变得沉重，好像有某种力量正在不知不觉地将他拉入深渊。就在这时，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咔嗒咔嗒的铁轨声，清晰又突兀。他顿时猛然一惊，抬头看向前方，空无一物，列车的灯光依旧未出现，然而那咔嗒咔嗒的声音却依然在耳边回响，仿佛有人在远处的铁轨上走动。林轩的心跳开始加速，身体不自觉地迈开了步伐，跟随着声音走去。他明明知道周围应该不会有其他人，火车站在这个时间点几乎已经完全停运。那声音是错觉吗？还是他脑海里某种沉积的恐惧正在作祟？他走了几步，脚步渐渐放慢了下来，脚底下的每一块石板仿佛都在发出低沉的呻吟声，像是被某种沉重的东西压迫着。他眨了眨眼，深吸一口气，想着自己不该让这些无聊的故事影响自己的判断，只是一列普通的列车而已，难道还要害怕？然而随着他步伐的推进，那种异常的冷意却越来越浓重。他不禁抬起头，站台上明明没有风，然而空气中却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冰冷气息。四周的灯光渐渐暗了下去，像是这座车站突然被抽走了所有的生命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一道光刺破了黑暗，那光来自铁轨的远处，仿佛在无声的招手，缓慢而坚定地向他靠近。林轩的心脏剧烈跳动起来，他的脚步变得更加沉重。那道光闪烁的频率越来越频繁，像是有某种力量在控制着他走向未知的恐惧。而那声音依然存在，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逼近。他深知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林轩的脚步越来越沉重，每一步都仿佛踩在冰冷的铁轨上，发出空洞的回响。
他的眼睛始终紧盯着前方那逐渐接近的光亮，但这道光在他的眼里越来越不真实，仿佛他并不属于这个世界，那不属于现实的闪烁反而让他心头升起一股无法言说的恐惧。突然，站台上的一切似乎凝固了，连风也停了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凝滞的沉默，只剩下铁轨上那渐行渐近的声响。咔嗒咔嗒，声音更响了，仿佛一台庞大的机器在无情地压迫着每一寸空间。林轩的心跳与那铁轨的节奏开始同步，他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，却依然无法摆脱那种紧迫感。每走一步，仿佛都离那个源头更近了一分，却又好像永远无法接近。他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，双眼紧张地扫视着四周，试图寻找那声音的源头。然而，眼前的空无一物，只有那道越来越近的光，依旧在无声地引导着他。就在这时，铁轨上传来了一阵异响，这一次比之前更清晰，带着一种沉重的压迫感。林轩的脊背一阵发凉，声音不再像是列车的轰鸣，而是像是沉重的脚步声，似乎有一个人正在不紧不慢地走来。他的思维瞬间停滞，仿佛那声音正在他脑海里回荡，不断放大。脚步声近了，越来越近，然而前方却依然空无一物。林轩心中猛地升起一股冲动，他无法解释，脑袋里只剩一个念头，那不是列车，而是一个人，或者说是某种东西。他停下了脚步，脚底的冷汗悄无声息地渗透出来，仿佛空气本身也变得异常沉重，心中那股不安变得愈加难以遏制。整个站台仿佛变成了一座封闭的牢笼，而他就是其中被困的囚徒。这不可能，林轩喃喃自语，没有人，根本没有人。然而就在他怀疑自己是否听错的时候，那脚步声突然停止了，一种不祥的寂静弥漫开来，空气瞬间凝固，四周的世界仿佛在一刹那间消失了，所有的声音都被压抑到极致，只剩下他自己几乎要跳出来的心跳声。他张开嘴，想要呼喊，想要将这压迫感宣泄出去，但喉咙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夹住，话语卡在了喉间，出不来。眼睛开始模糊，四周的灯光似乎在微弱的闪烁，整个站台似乎也开始摇晃。咔嗒，忽然那声音再次响起，但这一次异常清晰，几乎是在他的耳边，像是从地面深处传来。林轩愣住了，他低下头，目光不自觉地移向了铁轨，看到的景象让他不寒而栗。铁轨上居然出现了一双似乎刚刚被擦去的湿润的脚印，仿佛有一个人刚刚走过，留下的却是湿漉漉的痕迹。那痕迹一片模糊，随着铁轨的延伸向前延展，林轩的脑海轰然一片空白，眼前的景象让他无法相信自己所看到的，他几乎无法抑制内心的恐慌，脚步再次加快，想要远离那双脚印，远离那奇怪的声音。但不管他怎么走，声音依然紧追不舍，仿佛某种无形的力量在压迫着他。他猛然转身，试图回到站台的安全区，然而当他刚转过身，突然耳边传来了一声低沉的呼唤，你来得太晚了。这句话仿佛在他耳边响起，又仿佛是从远处传来。他的身体不自觉地停住了，背脊一阵发凉，那声音充满了无法形容的冰冷和空洞，仿佛直接穿透了他的内心。林轩的心跳骤然停滞，他转过头，终于看到了一件不可名状的东西。在站台尽头，一列没有灯光的列车正悄无声息地驶来。列车外观陈旧，车窗模糊，车体上锈迹斑斑。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是，列车头部空荡荡的驾驶室内根本没有人影。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个时刻仿佛和所有的传闻不谋而合。那列列车没有司机，黑漆漆的驾驶舱空无一人，而铁轨上传来的声音似乎正是那幽灵司机的脚步声，渐行渐近。林轩的脑海中一片空白，完全不知该如何反应。他本能的想要逃跑，却又仿佛被某种力量定住了脚步。这不可能，他低声呢喃，眼前的一切已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，而那列幽灵列车却依旧缓缓驶来，仿佛注定要带走什么，或者说已经带走了某个无法回来的灵魂。林轩的心脏如同在胸膛里撞击，他的视线定格在那列缓缓驶来的列车上，
尽管黑夜已深，列车的外形依然清晰可见，它显得异常古老，车体斑驳，车窗也布满了岁月的尘土。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是，那列车的车头没有灯光，驾驶舱空无一人，仿佛一具沉默的幽灵。列车在距离它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，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刹车声。那声音刺耳而又不真实，像是从某个深渊中传来，令林轩的耳膜震荡。他几乎能感受到空气的凝滞，四周的世界仿佛被这列车吞噬。他的双腿不自觉地发软，尽管心中充满了恐惧，双脚却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，无法移动。站台上站着的只有他一个人，而那列车静静地停在不远处，仿佛等待着什么。突然，车门吱呀一声打开，那声音清脆而又阴森，仿佛某种古老的机制被激活，打破了寂静。林轩的心脏剧烈跳动，但他依然无法动弹，目光紧紧锁定着那列车。意识中闪过一个念头，他应该跑，但又为何没有行动？是恐惧让他僵硬，还是某种无形的力量早已将他束缚？他看着车门敞开，车厢里一片漆黑，没有一丝光亮，仿佛这列列车从来没有经过任何的时间，永远停留在某个死寂的瞬间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了一声低沉的声音，仿佛从车厢深处传来，上来吧。那声音没有任何情感，就像是某种无法抗拒的召唤，穿透了林轩的理智，直击他内心最深处的恐惧与好奇。他的喉咙干涩，几乎无法发出声音，心中一阵愣住。上来吧，声音再次响起，这一次带着一丝模糊的哀求，但却又充满了压迫感。林轩的脑袋开始昏沉，他低下头，几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。车厢里的黑暗仿佛在吞噬他的理智，外界的声音已开始变得遥远。他的双脚轻微的移动，开始走向那列空无一人的列车，每一步都沉重而缓慢，仿佛被某种不可见的力量引导。站台上那些原本清晰的细节都开始模糊，空气中的寒气也越来越浓，弥漫在他周围，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他走上了列车的阶梯，车门轻轻关上，外界的声音瞬间被隔绝，车厢内的黑暗吞噬了他的所有感官，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那种来自无形深处的压迫感，像是所有死去的灵魂都在悄然注视着他。林轩犹豫了一下，他猛然回头，想要冲出去，然而就在这一瞬间，他听见了那声低沉的呼唤，你无法逃脱。声音仿佛从整个车厢的角落传来，回荡在他的耳边，像是一张巨大的网将他笼罩。他心中一阵剧烈的震动，几乎要晕倒。接着列车缓缓启动，发出一种低沉的轰鸣声，车轮与铁轨之间的摩擦声越来越清晰。林轩的身体无法自控地随着列车的起步而颤抖，他的双手紧紧抓住扶手，想要保持冷静，但内心的恐惧却越来越强烈。他抬头看向车窗，外面一片漆黑，站台的灯光渐渐远去，仿佛他已经彻底脱离了这个世界。你到底是谁？林轩终于忍不住大喊，他的声音在车厢内回响，却没有任何回应。车厢里依旧死一般的寂静，唯一的声音只有列车发动的轰鸣和他自己越来越急促的呼吸。林轩感觉自己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正在压迫着他的胸膛。突然，列车的灯光微微闪烁了一下，车厢的一角似乎有些微弱的光亮显现。林轩眯起眼睛，朝那个方向看去，忽然他的眼睛定格在了那一片光亮处，那是一张脸，一张苍白的面孔，面孔没有五官，只有两只深陷的眼窝，空洞无神，像是某个早已消失的灵魂。你来得太晚了。那张脸无声的开口，声音冰冷，回荡在林轩的脑海中。林轩浑身一震，想要喊出声来，但喉咙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他试图挣脱车厢的束缚，双手无力地抓住扶手，脸色苍白，心脏剧烈跳动。那张脸越来越清晰，仿佛在向他靠近，而他则无处可逃。他意识到，这不是一列普通的列车，而是某种已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存在，承载着无法逃离的命运。你来得太晚了。那声音再次响起，而林轩的眼前一片漆黑，随即陷入了彻底的沉寂。林轩的内心充满了恐惧，
仿佛整个身体都被束缚在那股无形的力量之下。他挣扎着想要逃脱，但无论他怎么用力，身体却如同陷入了沉重的泥沼，动弹不得。列车的轰鸣声持续回响，犹如从深渊中传来的低语，越发沉重且压迫。他抬头，车厢的灯光再次闪烁，发出断断续续的微弱光芒。那张苍白的面孔仿佛被永远镌刻在他的脑海中，随着列车的每一次震动愈发清晰。林轩的心脏似乎要从胸口跳出来，每一次的颤动都令他感到无法忍受的痛苦。突然，车厢中的温度开始迅速下降，空气变得冰冷刺骨，仿佛整个空间都被冻结了。林轩的呼吸变得可见，他试图张嘴呼喊，却只听到自己低沉的声音在空旷的车厢内回响。他的双手紧紧抓住座椅的扶手，指尖发白，指节因为用力过度而微微颤抖。车窗外，原本黑暗的夜晚变得越来越模糊，仿佛一层厚重的雾气包裹住了列车。林轩的视线渐渐变得模糊不清，他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，试图看到窗外的景象。然而，窗外的景色依然一片漆黑，唯有一层厚厚的雾气与无尽的黑暗，像一张巨大的幕布将他与外界隔离开。他低下头，发现车厢的地板上也开始渗出一些湿漉漉的液体，映射在微弱的灯光下，仿佛是某种无法名状的东西在慢慢蔓延。那种液体的颜色有些发暗，像是血液，但又不像，散发着一股腐烂的气味，仿佛已经存在了很久。林轩忍不住咳嗽了2声，试图将自己从这令人窒息的环境中清醒过来。然而，他的喉咙依然干涩，气息如同被一股重力压住。车厢内的空气仿佛变得更加沉闷，空气的流动被阻断，仿佛所有的呼吸都变得无法流通。他强迫自己闭上眼睛，想要让恐惧远离自己。此时，他脑海中突然响起了那个声音：“你来得太晚了。”那声音近乎幽灵般的回响，让林轩的心脏一阵剧烈的颤动。他迅速睁开眼睛，想要确认自己是否听错了。然而，车厢依然如同死寂的墓地，除了列车不间断的轰鸣声，周围一片空旷。但就在此时，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转向车厢的一角，那片黑暗中，隐约可以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，正在缓慢地朝他靠近。林轩的心脏猛地一跳，他的呼吸更加急促，整个人似乎被一种无形的恐惧所笼罩。那身影越来越清晰，逐渐显现出一个穿着破旧衣物的男子，他的面容苍白，眼睛深陷，仿佛经历了岁月的洗礼。但最让人不安的是，他的眼神空洞，没有任何表情。“你来了。”那人缓缓开口，声音沙哑，仿佛从深渊中传来。林轩愣住了，他试图回避视线，却无法移开眼睛。“我来了。”林轩的声音颤抖，感觉自己的喉咙被紧紧锁住，无法自由呼吸。那人没有立即回应，只是慢慢地走近他，每一步仿佛踩在林轩的心脏上，带来一阵阵强烈的压迫感。空气中的寒冷更加肆虐，车厢的温度降得更低，几乎可以听到空气中的每一粒水分在冻结。“你来得太晚了。”那人再次低语，声音带着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平静。他的手臂伸向林轩，指尖触碰到林轩的肩膀。那一瞬间，林轩仿佛被电击一般，整个身体猛然一颤。林轩的身体剧烈颤抖，感觉到一股寒气透过肩膀传遍全身。他想要挣脱，但却无法动弹。眼前的景象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迫和无助。那人不再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，目光深沉，仿佛穿透了林轩的灵魂。林轩的头脑一片混乱，意识开始逐渐模糊，他的身体感到极度虚弱，仿佛所有的能量都被一点点抽走。忽然，车厢的灯光再次闪烁了一下，紧接着，整个车厢陷入了极度的黑暗。林轩的眼前一片漆黑，周围没有一丝声音，只有他自己剧烈的心跳声在空旷的空间中回荡。一股无形的力量将他推进了黑暗的深处，仿佛有无数双眼睛在注视着他，而他已经无法逃脱。在黑暗的包围中，林轩意识到他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世界，这列车早已带走了他的命运，正驶向一个他无法理解的终点。黑暗如潮水般涌向林轩，彻底吞噬了他的意识。
他感到自己仿佛被某种巨大的力量扯入了无尽的深渊，整个身体无法控制的沉沦，精神似乎也被拉扯到一个陌生而冰冷的空间里。在那片黑暗之中，他无法辨认方向，只能感受到自己灵魂的重压和无法承受的恐惧。然而，就在他以为自己将永远消失在这无尽的虚无中时，眼前忽然闪现出了一线微弱的光亮。那光很小，却极为刺眼，像是破碎的星辰。林轩拼命地想要靠近那个光点，他的双腿重新获得了力量，仿佛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引导着他。他低头一看，自己竟然站在了列车的车厢内，四周依旧是厚重的黑暗。然而那道微弱的光来自车厢前方，那里有一扇车门，微微开启着，仿佛在等待他的到来。林轩深吸一口气，试图平复那激烈的心跳，朝着车门走去，每一步都沉重且艰难，仿佛地面被什么不知名的力量牢牢固定着。他的每一步都让周围的黑暗更加压迫，仿佛有千斤重物悬在他的头顶，随时可能将他压垮。终于，他走到那扇车门前，手慢慢伸向门把手。就在他即将接触到它的一刹那，门猛然自动打开，一股冷风吹来，夹杂着无法言喻的腐朽气味。车门背后是一个昏暗的空间，里面传来低沉的低语声：“进来吧。”林轩那个声音再次响起，这一次不再带有任何的轻蔑或冷漠，而是充满了某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。那声音仿佛在召唤他，透过空气穿透到他的灵魂深处。林轩的手掌冰冷，仿佛感受到了某种不真实的温度，他的心跳加速，几乎要从喉咙里跳出来，身体的每一根神经都在极度的紧张中绷紧。然而，他终于还是迈出了最后一步，走进了车厢的深处。车厢里依然是那片阴冷的黑暗，只有他自己的脚步声和心跳声在回荡。突然，一阵低沉的机械轰鸣声传来，车厢的灯光忽明忽暗，逐渐亮了起来。林轩的视线渐渐适应了光线，终于看清了四周。令他震惊的是，车厢的最前方坐着一个身影，一个他熟悉的身影。那是一个穿着破旧制服的男子，脸色苍白，双眼空洞。那人没有看向林轩，而是静静地坐在座位上，双手死死抓住扶手，仿佛在努力控制着某种不可言说的情绪。以林轩惊讶的开口，声音几乎没有力量。那人缓缓抬起头，眼神空洞且深沉。林轩能够感受到那双眼睛仿佛穿透了他的内心，直视着他灵魂的最深处。你终于来了，那人低声说道，声音沙哑，仿佛一切的情感都被抽离，只剩下空洞的机械回响。你林轩想要说些什么，但话语被一股巨大的恐惧感吞噬，他只得呆立在原地。那人微微笑了笑，露出一排黄黑色的牙齿，冷冷地注视着林轩。你现在明白了吗？你已经不是在你熟悉的世界里，你现在和我们一样，成了这列车的一部分。林轩的心跳骤然停滞，他试图反驳，却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再说话。他的每一分力气似乎都被这列车吸走了，整个人感到越来越虚弱。你来得太晚。那人重复着这句话，仿佛已经成了永恒的咒语。这列车不是普通的列车，它是时间的裂缝，是那些死去灵魂的归宿。每个乘客都带着未解的遗憾和未完成的任务，直到有一天，我们才能最终解脱。林轩的呼吸急促，他的心跳也愈加不规则。那人说的每一个字，都让他感到不可抗拒的恐惧。他终于意识到，自己所经历的一切，根本不是幻觉，而是已经深深陷入了一个他无法理解的世界。你到底是谁？林轩艰难地问道，声音沙哑，几乎无法发出。那人沉默片刻，低下头，仿佛在思考这个问题。我是这列车的司机，或者说是所有幽灵司机的化身。每一位与我一样的人，都曾是这列车的守护者。我们不死不生，只是为了带领迷失的灵魂穿越无尽的黑暗。林轩的思绪混乱不已，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被这列幽灵列车所吞噬，无法逃脱。他的心中充满了绝望，整个人仿佛被困在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里。就在此时，列车的车厢再次发出了一声低沉的轰鸣，仿佛某种巨大的力量正在将它吞噬。林轩闭上眼睛，
试图逃避那无尽的黑暗。然而，当他再次睁开眼时，眼前的景象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。他不再是车厢中的唯一乘客，而是站在一片死寂的铁轨上，四周依旧空无一物，而那列幽灵列车依旧悄然驶过，消失在深邃的黑暗中，带走了所有的答案。林轩的心中浮现出一个可怕的念头，他或许永远都无法逃脱。黑暗再次笼罩了林轩的视野，他觉得自己仿佛被困在了一个永无止境的漩涡之中，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模糊沉重，像是被无形的力量拖向深渊。他的耳边依然回响着那列幽灵列车的轰鸣声，仿佛它已经深入到他的骨髓里，永远不可能消散。他开始不再挣扎，因为无论如何他都无法逃脱这个世界，也无法从这场夜梦中醒来。车厢内再次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，连那人的声音都消失了。林轩站在那里，心中空空如也，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力量，只剩下无尽的迷茫和恐惧。你来得太晚了。那个声音再次在他耳边响起，温柔却冰冷，带着无法改变的命运感。林轩的眼睛逐渐变得空洞，仿佛已经不再是他自己。他的手指无力地抓住了座椅的扶手，身体像是失去了灵魂的支撑，陷入了无尽的沉沦。这个地方像是时间的裂缝，吞噬了所有的生命和记忆，而他永远都无法走出这个迷失的世界。他低下头，看着自己脚下的铁轨，看到那条漫无止境延伸到远方的铁轨，它仿佛没有尽头，似乎把他和所有的过往都联系在了一起。列车的轰鸣声再次回响，但这一次它不再令人恐惧，而是一种深深的疲惫感，就像是他已经走到了无法回头的地方，所有的努力都已经徒劳。我来得太晚了吗？林轩低声自问，声音几乎被自己的呼吸淹没。回想起他曾经听过的那些传闻，所有人都说这列幽灵列车会带走那些未解的灵魂，而现在他终于理解了，那列幽灵列车带走的并不仅仅是肉体，更是那些无法完成的遗憾，那些未曾解开的谜团和未曾走完的路。林轩感到一股无法言喻的悲凉，他并不害怕死亡，而是害怕被遗忘，害怕自己从此消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，无法再被人记得。此刻的他仿佛真的与这个世界断开了联系，成为了一个不再被需要的灵魂。他站在车厢内，静静地看着窗外的景象，铁轨在黑暗中延伸，远方依旧是无尽的深渊，仿佛没有尽头。列车继续行驶，缓缓穿过那片无边的黑夜，而他依然没有任何可以抗拒的力量。就在此时，列车突然间停了下来，空气中的压迫感瞬间消失，四周的黑暗渐渐消散。林轩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站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那是一个空旷的车站，四周有着褪色的墙壁和生锈的铁轨，所有的景象都显得既陌生又熟悉。他低头一看，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被束缚在列车中的灵魂，而是站在了一个没有人迹的车站中。他环顾四周，空无一人，只有那条永不停止的铁轨在远处延伸。他意识到，这个地方不是他曾经熟悉的屏东火车站，而是某个幽灵的中转站，某个灵魂的归宿。他突然明白了，自己已经被困在了另一个维度，永远无法回到原来的世界。没有死亡，只有无法逃脱的循环，无法解开的谜团和未完成的使命。这就是我的命运吗？林轩低声问道，语气平静，却充满了深深的无奈。他抬起头，望向远方，那条没有尽头的铁轨，心中却涌现出一股莫名的决心。也许这就是他必须经历的过程，走过这些幽灵列车和迷失的铁轨，完成那些他曾未完成的遗憾，才能最终解脱。但他也知道，这条路充满了不确定与恐惧。他将继续走下去，走向那永远看不见尽头的黑暗，带着无数未解的谜题与无法割舍的回忆，成为这列幽灵列车的另一个旅客。列车再次启动，仿佛没有任何停歇。林轩感到自己又被拉进了那股无形的力量，向着未知的黑暗驶去。他明白了，无论是过去的自己，还是现在的他，都注定要和这列列车一起，永远走在这条永无止境的路上。在这无尽的黑夜中，时间与空间早已不再存在，而他只是其中一个永远未完的故事。